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比较特殊车种的分油盘的流量测试这颗4缸的分油盘是从台北来的应该讲说是台南来的W201 巴嘎瓦的 2.5V 2.5 16V 的引擎上拆下来整修的分油盘。那这个分油盘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以一般M103 3000cc 的 M103 12V 的马力应该在185匹左右。那如果 W124 2301 M102 引擎如果说是8V 的话，那它应该是在153匹马力左右。那这颗引擎呢是2500cc， 也是 M102， 但是因为是高斯华，它把气缸头做整修以后做了应该讲说做升级以后改成16V。那它的排气量是2500cc 左右它的马力大概在193匹也就是说比3000cc 的马力还大。那我们一般的看得到的巴高2.0 2.3 最多，那如果 2.3 的话大概是在150匹，但是这颗是 2.5 的，有193匹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经过30年之后呢，它分油盘被我们油箱污染的状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如果以标准的出油量这颗分油盘它应该在1分钟在200ml 左右。那如果说是2.3一般的W201 的 2.3， 它的出油量1分钟应该在170左右。那它因为它马力大，它需要供的比较多的油比较多的油，它这个引擎它不可以消化掉，所以说我们就提供更多的油量。厂方要求是应该要在200ml 左右跟标准的170差了30ml这就反映在它的马力上面反映在它马力数值上面，因为它供油量差了30ml。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在200ml 左右。那我们来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5，第二缸230，第三缸240，第四缸235。比厂方要求的供油量还要大，还要多，而且它参差不齐。第一缸出油量只有205，那这个现象为什么它供油量会比标准的还多又参差不齐呢？这主要原因大概在猜测。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分油盘它插压把有人调整过那使得它的供油量过多了。那第二个它因为小油道堵塞，造成每一缸的出油量参差不齐。那等大哥拆下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测一下它的出油量。大哥在整修过程当中发现，它这个分油盘是有经过请力手有处理有拆装过。那这边出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看到这边有2个这2个是螺丝，这2个螺丝主要就是在固定这个出油塞出油塞防止它漏油的。那结果大概拆下来，我看这个 O-ring 已经不见了，
正确应该是有一个 O 环在这个地方。那它这个 O 环已经不在了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O 环已经不在了啊，这个是标准应该要有个 O 环哦，然后呢是锁在这个地方避免这个柱塞漏油的。结果呢，我大概发现它这个柱塞的 O 环已经不在了所以说它这个会造成这个柱塞这个地方一直漏油，那这个会造成引擎漏油，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大哥必须要找个欧环把它换新的欧环把它换上去这个东西是不属于修理包里面的东西，那所以说这个大哥必须要拆解一个分油盘的欧环来使用，因为它这个欧环不是一般的欧环，它是有角度的它的欧环是有角度的所以这个是外面是买不到的，那所以大哥只好报废一颗分油盘来处理这件事情。这颗从台南来的 W201 2.5 16V 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现在要来进行整修后的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68747 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有3缸是落在250，1缸是落在205左右。也就是说，它在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是不平均的。第一缸的出油量比2、3、4缸都少了大概45ml。而且2、3、4缸的出油量也比标准的又多了，标准应该在200到210之间，它比标准的又多了40ml左右。那这个就造成这颗分油盘是，第一个它怠速也不稳定，第二个供油又过多，那混合比又过浓。而且呢，在整修之前，我大概发现它的因为这颗分油盘有被前列手拆过，它出油柱塞的 O-ring 也不见了这个会造成这个漏油，怠速会更不稳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所以说这部车子来找大哥，它第一个怠速不稳定，而且第二个又冒黑烟，验车又验不过原因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它怠速的不稳定，是因为第一缸跟第2、3、4缸的出油量差了40ml。那第二个验车验不过，是因为它的2、3、4缸出油量又过多，也多了40ml。所以说，这部车子经过整修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好，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5，第三缸210，第四缸210，平均都落在210到205之间，这是厂方所要求的数字也出油量应该是在这个数字。那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68747，从台南来的 W201 Bagawa 2.5 16V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
希望它的误差出油量的误差越小越好主要就是怠速是我们车子抖动所发生的最大原因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再来看它的测试。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68747，从台南来的 W201 2.5 16V 的分油盘维修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1、2、3、4缸。第一缸190，第二缸190，第三缸190，第四缸也是19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成绩相当优秀，误差几乎等于0%，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分油盘在回装到车上做引擎测试的时候，它怠速应该相当稳定除非说它的缸压又高低不齐，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果缸压我们到时候会做缸压测试，如果缸压正常这颗引擎应该是怠速是相当稳定的。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有被潜力手拆修过，那它的出油量都标准应该在200到210，结果它1、2、3缸都在250左右，就第一缸是在210左右，它们之间的误差就差了将近快40mol，这个怠速是绝对不稳定的。那再加上因为它的供油量又过高2、3、4缸，造成它一定是燃烧不完全再来它的那个注油塞的部分注油塞的部分它的 O-ring 不见了，然后它其实它还有个固定片一个大的外环的固定片它也不在了，那大哥就拆了一个分油盘给它补上去避免它注塞漏油，这也会造成怠速不稳定。那因为30年的关系，其他车子包含比如说 BMW、奥迪、Volvo 都已经报废了日本车更不用讲。那30年以上的车子还能够使用的，就是1990年代的宾士车还堪用，所以我们没有报废，还要因为喜欢它，所以继续使用下去。但是呢，很自然的现象，油路供油系统被油箱污染了我们经过整修过之后呢，如果油箱状况再保持在一定的水准理论上20年不应该再堵塞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